爱子在一家室内设计公司里当设计师，工作能力强，得到同事们的信任。她的爱情也顺利，已经和男友订了婚。只是她不太会做家务，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工作，这让她的未婚夫很不高兴。在他看来，妻子应该擅长家事。结果他在一个餐厅丢下爱子，一个人走了。游子则是个小有名气的新晋绘本作者，他最近陷入创作危机，画卖不出去，生活开始捉襟见肘。对婚姻无感的游子想法不多，他觉得谈恋爱比不上务实填饱肚子。与爱子不同，游子家务活干得特别好，特别是做菜，那清爽可口的高丽菜卷，还有味噌汤与自制小菜，一桌精致晚餐就上桌了。游子炒菜也挺有成就感的，我就想按我自己的意思活，就是想开心的过今儿，想好好吃口饭。爱子跟游子去参加了学友的结婚典礼，俩人在校期间也不算过于熟，多年不见，见面多少有点尴尬生疏。看见别桌的人侃侃而谈，好久不参加同学聚会的他们显得格外矜持。终于硬熬到婚宴结束，两人忍不住相视一笑，恰巧要走同一条路，游子便提出一起走，边走边聊各自日子。可能是互诉心事的关系，他俩关系变得更近了。后来分别挥手告别。几天后，游子喝完下午茶，心情愉快去买晚饭食材，没想到超市偶遇爱子。原来爱子遭人退婚，他那位想要老婆顾家带娃，好像女人不做家事，事业心强，就是不合格的体现。你说的那些不算任性。受了伤不要全怪自己，别为那些烂人难受了，还不如用吃的疗疗伤。肉嫩带肥的炖猪肉，铺在脆生生的菜叶上，再加点泡菜辣酱，心碎味儿都被甩了。爱子觉得游子做的饭简直是魔法，这不经意的夸奖竟然让游子恍然大悟。绘本的魔力般呵护触动心弦，这就是游子最初的愿望。开心到不行时就该舞一曲，行，我跟你一起来。渐渐的，他俩成了好闺蜜，缘分竟然这么不可思议。那天下会后，见爱子手上东西沉，后辈就想帮忙，不用，我自己的活儿我来。我回来了，欢迎回来哦。考虑到省房租和孩子不擅长做家务的问题后，游子搬来跟他住一起了。今天就吃寿喜烧吧。转眼间，爱子和游子已同居半年，一个挣钱承担大半房租，一个料理家务持家有道。二人虽好恶不同，譬如游子细心周到，爱子却大大咧咧，连看电视笑点都不同。或许性格正互补，他们相处得很和谐。边吃土豆焖肉，爱子还聊起游木那设计师。自那次后，游木倒追爱子呢。游子说人好就试试嘛，爱子却说刚离婚没心思谈恋爱，打发他了。毕竟姑娘们常常口是心非。接着爱子开始特别注意自己的衣着，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显然爱子已经陷入爱河，连我都看出来了。很快，他们的闲聊里就多了一个关于男孩的话题。沉溺于爱河的爱子打算和游子见见她新男友，得帮忙把关下。第二天碰见游子时，游木明显挺紧张，毕竟好姐妹就跟亲妈一样，我保证会让爱子幸福。甜蜜中的爱子最近挺烦心，毕竟她连沙拉都搞不定嘛，烧菜一直是她的心结。闺蜜恋爱的结果，多了不少新面孔，这让不太会社交的她稍显手足无措，只好找自己的死党慎太吐槽，别想太多，做自己不就得了，就像那棵柳树似的。爱子还在犹豫是否该说自己不擅长家务，就收到游木发来一起吃饭的邀请。巧的是，今天的约会地点正好是她和前男友吵过的餐馆。更巧的是，
游牧说想尝尝妻子手艺，这直接让爱子火冒三丈，一回家就向游子倾诉不满。做饭有什么好的？床上和谐多好啊！不会家务就不该恋爱婚姻。游子认为每个人想法各异，自己倒是希望被期待擅长家务。有事并非非对即错，只是缺沟通，所以爱子得把想法告诉游牧。这时门铃突响，原来游牧来道歉了。沟通过后，两人相互理解，有时候坦诚一谈就能化解矛盾，就跟天妇罗似的，嫩滑鸡肉，味美大虾，生猛蔬菜，差异虽多，仅需薄面一裹，无需多料，亦能酥香美味。就是合租居然也能挺乐的。正是这个原因，普通的日子也变得精彩了。最近游子收到了一个杂志插图的工作邀请，主题是情侣日常，但对没谈过恋爱的游子稍微有点迷茫。游子还在想事情呢，就听见门开了，回来的是加班的爱子。他负责的店面装修差不多了，所以这阵子特别忙。他吃了游子煮的面条，感觉好多了。幸好他和游牧的感情现在挺稳定，工作外也多了点甜蜜。他们边聊天边，爱子突然记起家还有盒没吃的麦粉，那是盛泰上次来玩时带的。盛泰对小众咖啡馆挺熟，经常会带来点特别的甜食。边喝咖啡边吃着软绵绵麦芬，游子也聊到自己在补课班遇到盛泰，可能俩人挺投缘，很快就变成好朋友了。盛泰画画也挺厉害的。说着说着，游子想起了自己的约稿事儿，所以立刻把画出来的插图给正沉浸在恋爱的爱子看了下，得到行家一致好评，也增加了游子接稿的自信。第二天就把原稿送到编辑部，编辑一看非常喜欢，然后开始询问新书的创作情况。游子找回了激情，但还没决定画些什么。编辑这时建议他不妨试试成人恋爱故事的绘本。游子感觉自己缺乏恋爱经验，可能难以描绘那种情感。编辑建议他采访几个朋友，了解他们的恋爱故事后再决定。于是游子去采访了编辑的朋友，听到他们甜甜的恋爱回忆，但游子始终无法感同身受。接下来的日子里，他试着去画，但作品始终透着勉强。他对爱情并没有太多憧憬，不想结婚生孩子，体会不到就画不出好画。游子今天去超市买菜，偶遇了盛泰。回家路上他就跟他吐苦水，路人还以为他们是情侣呢。这场误会让游子有点不是滋味。爱子在饭桌上跟朋友聊天，他提到最近跟人合租，可朋友担心住一起会有矛盾。听有人分析后，爱子心里也渐感忧虑。回家后他不经意和游子谈起他们追的电视剧主角是否真成情侣的八卦，尽管他们之前已澄清只是朋友关系。这时爱子不禁感慨，恋爱通常是朋友关系出发的。这话让游子回想起白天别人把他和盛泰误会成恋人，于是他微带点气地对爱子说，关系好就有爱意，这完全是成见。这让爱子也稍微有点无措，胡思乱想，不小心伤了人。洗澡时回想你刚才的话，见到男女一对，我真的会不自觉地觉得他俩是一家人。爱子，我朋友今天随口那么一说，让我挺难受的，结果也就随口跟你说了些多余的话。妹之间和好通常就是这么简单，不过吵架或道歉可不会让我肚子的青蛙闭嘴。加了锅巴的鸡汤让晚餐更暖心，那汤真香，鸡肉又嫩，里面糯米油亮又满满，总能扫去心里的烦恼和暗影。平时不太化妆的游子最近对各种美妆品都挺感兴趣了，毕竟世上没有什么能永远不变，自然青春也是如此。爱子近来拿下个新项目，眼见爱子能力出众，五十岚忍不住夸赞他。就在那时，公司高层喊住了爱子，是一家行内很知名的杂志，正想采访一些新兴设计师。领导层商量后，
决定让爱子参加这访谈。与此同时，慎太也到游子家串门了。今天他作为自由作家采访了个烤肉店，老板很热情，送了块上好的牛腩。不太做饭的慎太就给了游子，游子大赞慎太的人缘好。慎太听了很受感动。几天前就有聚会时，有人轻视他的职业，爱子那边也拿到了采访稿了。他看到采访内容时愣了一下，因为是五十岚小姐主导的项目，他赶紧去找领导说明情况。但部长觉得让年轻人出面采访更好。爱子还想解释，可恰逢和客户看方案的约定时间，只好作罢。送完慎太后，游子带着绘本草稿去了出版社，编辑看后非常满意。正当两人要继续讨论细节时，编辑突然看到了有名的绘本作者内山田老师，赶紧站起来打了声招呼。听到名字，游子立马走了过去，因为内山田老师正是他心中的偶像。实现梦想的游子也激动得手忙脚乱。内山田老师看着这位可爱的晚辈，就提出不如找个地方好好聊聊。二人在咖啡馆里交流得非常开心。看到游子这么热心，内山田老师忍不住感叹岁月不饶人，心想自己这年纪还能不能打动这些人的心，心里不免有点忐忑。爱子因自己一时疏忽，把会让客户过敏的材料搞到方案里了，弄得客户火冒三丈。爱子回公司后也自责不已。这时五十岚小姐也端着奶茶来安抚她。五十岚小姐以前也常这么鼓励我，采访就拜托你了。听说登上那杂志的人能找到工作。爱子晚上对游子提起白天前辈的看法，他不满年纪大就得让位给年轻人，这样对他们太不公平了，感觉像是抹杀了自己的价值和辛苦付出，这让他心里挺不是滋味的。爱子这番话也唤起了游子对白天内山老师的记忆。他翻看老师过去的画册，每次看都特别感动。游子决心给内山老师写封信，尽管他已经年迈，初衷和感触仍在。爱子也找到了五十岚前辈，一起接受了采访。前辈的心情得到了认可，正如他所愿。世间万物都在变，就像包子，最初只是简单面团，加了酵母，时间一过就变得丰满起来，蒸熟后更是柔软，香气扑鼻。岁月就这么悄悄地改变了一切。那牛腩真是太香了，第一次尝的牛腩包真香，煮越久的牛腩越嫩滑。游牧刚开始搞一个新项目，但客户不太懂界限，老是扯些跟设计无关的闲聊，游牧因此感到很烦恼。搞定客户后，游牧独自去公园散散心，本来还打算请爱子出来倾诉烦心事，但怕会影响到女朋友的心情，14，所以最后还是没约。这时旁边的长椅上坐了一位郁闷的男人，正是表白失败的慎太，可能都心里有事。俩陌生人就这么随便闲聊起来，不过聊了没多久，情绪低落的慎太就睡了。爱子最近因为五十岚小姐那个项目，生活也忙碌起来，但辛苦不白费，公司终于让爱子升了主管设计师。在一旁看杂志的游牧也瞧见爱子接受访问的照片，同事夸女友时，他也为爱子的出色感到高兴。但晚上得知升职的消息，心里多少有点别扭，心里的烦恼说不出来了。偶尔俩人碰头，不谈工作，说点乐子吧。今天客户又拒了我的方案，游牧委屈的不行。慎太恰好在咖啡馆做访问，回头就看见郁闷的游牧，他又为上次道了歉，还叫游牧晚上公园见，想好好谢谢他一下。看游牧不太开心，识趣的慎太不多打搅，临走建议他找前辈商量工作室，可能会有用。游牧半信半疑联系了前辈，对方没说啥，就叫他发设计稿，之后会提修改意见。前辈的暖心话也让游牧安心不少。如期他晚上到了公园，慎太已经等了好一会儿。
两人边喝啤酒边倾诉心事，心里的烦恼的发泄出来，不然憋在心里就会搞得焦虑满满。聊着聊着，忧愁似乎也消散了些。突然，俩人手机一起响了，是爱子他们打算弄烤蛤蜊来吃。SU 所以呼了慎太和游牧过来，想不到他俩已经是熟人了。当得知游牧是向慎太倾心吐苦水而变熟时，爱子不知怎的一阵嫉妒。才认识2天的慎太都和你聊了，我怎么就觉得打击？我也和你分享了很多啊，你却一个字没提。我有说啊，你不就是不想聊工作，也不跟我说苦恼吗？提到自己做饭这事儿，我明明想和你共同想办法，你却说能忍就忍，然后草草收场。不要闷闷不乐，有很多人愿意听你倾诉烦恼，他们都关心你，也是你关心的人。真厉害！海葵给小丑鱼遮风挡雨，同时海葵让小丑鱼帮他抵挡敌人，还分给他食物。这段时间，游子一心一意沉迷于新绘本的创作。尽管房租大头都是爱子付的，但随着天气一天天变冷，暖气开始常开，让电费狂飙。最近又不见插画活儿，让游子的存钱几近干涸。那天出版社编辑告诉游子，客户要30幅插图，报酬颇丰，可得1周之内完成。想着自己卡里那点钱，游子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紧接着的日子里，游子开始拼命加班。几天的连轴转后，游子也将所有画稿给画完了。看他那样憔悴，爱子特地买了兔屋的铜锣烧给游子解乏，太高兴了。可甜蜜没维持多久，交稿那天，编辑说因为对方预算缩水，我应该得到的稿酬也大削了。看着手上完成的插画，游子只好默默接受这个现实。心情不好的游子拉着慎太来公园吐槽，他看似不靠谱，但总能说些温馨又有深度的话，让游子心情有所好转。另一边，爱子因工程预算紧张，得控制成本，同事提议削减工人费用，爱子却不太同意。他觉得劳动应得到公正回报，大家都希望少花钱多办事，既然无法改变，那就努力问心无愧就好。工作安排妥当后，满身疲惫的爱子回家了。正好电视播着海洋纪录片，看那小丑鱼和海葵的和谐共生，爱子忽然感到自己跟游子也是这么相处的。过了会儿，游子也回来了，爱子就提出庆祝工作完毕，今晚不如出去吃个饭，被爱子热情招待。游子有点没办法，只好坦白说自己钱快用光了，还说自己稿费给压着。爱子听了游子的情况，也挺火大的，还告诫游子别答应对方砍价。爱子，你这话像是圣者的逻辑。讲完了葵鱼的共生，爱子带着游子去散步，途中聊着同居生活的趣事。他俩早已像小丑鱼与海葵般，我们已经成为彼此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咱们约定好了，以后遇到麻烦别瞒着。有的关系就跟做松饼一样简单，切碎的鱼丁扯在白饭上头，它既是配菜又是主食。做米饭的法子里，游子最爱的莫过于饭团。饭团造型能映射个性，便捷也是吸引点之一。搭配玉子烧跟香肠，加杯美味汤，立马心情好转。爱子吃完早餐就去出版社，期待新画本大纲和草图出屏。编辑很满意，新画本出版又进一步。游子一到家就想跟好姐妹分享她的快乐，可还没开口，兴奋的不行的爱子就扑过来抱住她。原来游牧今晚求婚了，对想结婚已久的爱子来说，这简直是天大的喜事。但看着爱子那么高兴地跳来跳去，游子就是开不了口祝贺。第二天跟慎太见面，游子便吐露了心里的烦恼。明知道这场景早晚得面对，
可当她真来临时，喜悦怎么也提不起。看着闺蜜步入婚姻的殿堂，自己却连句贺词都难以吐露，让她感到很有罪恶感，不必硬逼自己说不真心的话。另一个同事开始问起爱子附近有没有好房源，原来是同事的室友找到对象了，打算搬出来和女朋友一起住，他得找别处住了。爱子被同事的话激发了思考现状，似乎自己也要迁出这儿。下班途中，游牧打电话过来，想是试婚前同居，于是爱子提起下月要搬去游牧家住，跟游子说了，突然要改变生活方式，他还真有点犹豫不决。看他这忐忑的样子，游子虽然自己也舍不得，还是开口安抚对方，哪怕心里很不情愿，他也不想让好友感到一丝不快。可一想到爱子要离开自己，游子有点心神不宁。就在浑身郁闷的时刻，突然接到了内山田老师的来电。因为上次得到游子鼓励的信，内山田老师受到了激励，他因此重拾画本创作，这回特意请游子出来向他道谢，还特地送了块巧克力以示感激。看到那精致的包装，好奇的游子忍不住问起巧克力的来源。虽然不经常能见到女儿，但一想到她能过理想的生活，自己心里也就平静了。内山田老师的话让游子的顾虑烟消云散，只希望密友能找到属于他的幸福，所以心情也挺好。这会儿爱子下班到家了，看到游子还在专心写作，他就没太打搅他。游子忙完了工作，却发现厨房里有人在忙，原来是爱子怕他饿着，特意做了几个饭团，虽然看着不怎么样，味道却真不错，我再帮你捏一个吧。爱子捏的饭团里夹杂了许多空气。爱子离开已经3周了，游子渐渐习惯了单身生活，煮点鱼肉，搭配几样小菜，一切看似恢复了过往。偶尔屋里的物品还会让人忆起从前的热闹，得振作起来。爱子跟游牧先生的日子挺甜蜜的，我也要加油。爱子正在和游牧试婚，适应结婚前同居生活，看着好像挺和睦，但家里繁琐事儿早把甜蜜消磨了。时间一长，小毛病都开始让人瞧不过眼。这种有点压抑的日子，让爱子喘息都困难。买菜的空档，公园的长椅成了歇息处，独自一人舒服多了。以前跟游子同住，哪有这么累啊？朋友们知道爱子搬去和男友住，便开始分享自己的生活智慧。爱子听他们谈婚姻生活的点点滴滴，心里稍微有点不是滋味。听游牧说婚后还得改姓，心里更是不安，就借工作的机会回到游子那里调整情绪。在熟悉的房间里，四周似乎弥漫着自由的气息，加上游子做的酸甜可口的柠檬意面，更让人心情愉悦，身心舒畅。接下来几日，游子继续画新的绘本，爱子也忙于自己的工作，有空就一起尽情享受甜食，偶尔也会相互品评彼此的作品。生活过得既充实又快乐，温馨相处让爱子放松不少。游子也借慎太之手准备惊喜。到夜里，游子提出想让爱子第2天一起出门，一本正经的样子。莫名其妙的爱子还是答应了。第2天，他们俩去了水族馆，因为爱子之前说过葵鱼的事，游子便想亲眼看看，这就是今天的精彩所在。这话怎么突然提起？想哭或生气，开心或难过，哪怕平白无故，我还是想跟你聊聊。幸福的方式多种多样，或许是求婚时的甜蜜，或是长辈的赞许，毕业时的兴奋，成就时的骄傲，或是朋友间的轻松畅聊。只要跟着心走，幸福就不会离开。爱子跟游牧说分手时，正好遇上来送伞的游子阻止，看俩人都不懂对方真意，还急着决定的爱子和游牧，游子也训练到他俩那个水平了。现在都是坦诚相对的时代了，互相说开了呀。回到公寓，洗掉雨水打湿的头发后，爱子俩就被叫去包饺子了。游子发现忙活的时候，
他们更愿意敞开心扉。慎太正好找到一家超好吃的马卡龙店，还专程送来让游子他们尝尝呢。被硬拉去帮忙，他确实能做情感纽带。在慎太的牵线搭桥下，爱子和游牧都分享了同居的感受。随着谈话越聊越深，二人的误解也慢慢烟消云散了。来喽，自己选的路，自己去走。爱子和游牧先生的奇遇从今天开始。最后，他们俩决定试试分居婚。游牧打算搬到爱子隔壁的公寓，这样婚后能相互陪伴，又不会影响原本的生活方式。至于姓氏要不要改，随着情绪的变化，爱子也不怎么计较了。看着好友幸福的模样，游子也真为他开心。像慎太说的，肤浅的东西没真感情来得打动人。眼看就要见双方爸妈了，尽管家里人对分开住有点不懂，但还是决定支持他们的决定。他们还是觉得应该妻子给老公做饭。看着父母拿所谓的道理强迫孩子做不愿意的事，游牧心里也做了自己的抉择。家不只是一起住那么简单，考虑到对方的心情，对真实身边人有坚定的信念，这份情谊一直在。岁月漫长，也满是温情和感动。我又回来了。拜见双方家长后，爱子和游牧立刻办了婚礼。游子的新话本也发布了。住进了隔壁的游牧常拉着爱子去跑步。慎太被游子的话本打动，自己去青之岛旅行了。既然说到了话本，我倒是有个问题想问你。我一直纠结着到底该不该问你，没问题吧？书里面的一个女孩叫小爱，感觉完全是按我来塑造的吗？爱子，前面有个台阶。你这也太不会说话了吧。今儿爱子俩人约去三宝食堂大吃一顿，点了炸猪排套餐和干烧比目鱼。猪排外酥里嫩，鱼肉滑爽，让人馋涎欲滴。旁边桌的客人也开始点菜，可是他们叫服务员大妈显然让他不太高兴。他半真半假的跟客人说他没孩子，别叫他妈妈。这话让爱子也心里有点小震动。最近和同事小聚的时候，咱们聊到了结婚后的那点事，特别是养娃这档子事儿。对于激烈的工作环境，先不提养娃得花多少精力，但是怀孕那1年就能让女性错过不少良机。何况像爱子这样事业正旺的精英，大家的讨论让爱子颇感头疼。所以他回家和游牧也探讨了这个问题。尽管他俩都挺爱孩子的，游牧理解爱子的为难，没多说什么，只是不停地安慰他。傍晚从青之岛回来的慎太找游牧在公园见了面，也给他带了那边的特酿清酒。然后两人聊到了孩子这事儿。游牧其实挺希望他和爱子能有个孩子，可是生孩子对女人真的太疼了，他也不想让爱子因为家庭放弃事业，本来是两人的责任，结果却一个人扛下了。游牧白没有直接说出心里的想法，慎太听了只能轻声安慰。毕竟事情本身就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选择而已。他所能做的就是陪朋友好好喝上一杯。次日，爱子和五十岚小姐的项目终于进入尾声，装修效果出乎预料的好，客户也特别高兴，连声感谢五十岚小姐和爱子。正好客户的老公和小孩也来了，看他们家孩子撒娇缠着妈，这让爱子浮现出母爱。回家路上，爱子向前辈咨询育儿问题，五十岚小姐也分享了她的观点。生也罢，不生也好，都是追求更好生活的折中。只要开心，什么都值得去拼。不管怎么选，都要清楚一点，要好好珍惜并对生命负责。几天后，思考良久的爱子和游牧分别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许多人认为孩子是婚姻的粘合剂，但如果婚姻只能靠孩子来维持，那么夫妻间可能真的没啥感情了。只要两人幸福，要不要孩子其实影响不大。正如一锅汤，既可添蔬菜白酱变成奶汤，也能放咖喱土豆搭米饭时。换个方式说，还是那锅肉味浓郁的汤，新添了烤蔬菜呢。这洋葱新鲜的像春天的味道，
因为爱子打算要孩子，所以游子也调整了烹饪。今天午饭做了奶油炖鲢鱼，富含蛋白，很适合备孕女性，味道自然也很棒。但爱子却忽然对鱼的发音是 steak 还是 shake 迷糊了，游子也没搞清楚。那就查字典吧。但游子马上拦住了，这种小事一查肯定马上知道，但如果不查的话，也许一辈子就搞不懂。有人想马上知道答案，有人却喜欢找答案的乐趣。没对错，只是生活方式各异。出版社打算在社交媒体上连载4个漫画。游子的新书卖得不错，所以编辑想让他来画第1期。游子也挺想尝试新事物，很快就欣然答应了。不久，第1话就画出来了，可爱的风格加上有趣的剧情，不仅游牧都变成粉丝，网上也是一片称赞，这更激励了游子绘画的热情。但是某次看评论时，却发现了一个差评。尽管编辑说不要太放在心上，游子心里还是有根刺儿。游牧正看着新1期的漫画时，偶然瞥见了这个评论，马上跟爱子说了。于是第2天，游子念念不忘，完全失去了创作的动力。这时候，爱子推门进来了。明天既然是游子的生日，爱子提议出去吃饭庆祝。显然游子自己把生日给忘了，而他的好友却始终记得。第2天，他俩在西餐厅享受了段美好时光。回家途中，游子把自己的困境倾诉给爱子听，爱子拉着游子去了一条能望见他家的台阶。在那，他对游子说，他认为每个人都各有不同，每说一句话，做一件事，可能因为观点不同，无意间就伤害了别人，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有人有不同看法，我们得挨个考虑纠结，这只是对人负责，其实也挺好的。天转晴了，亲朋好友还有不认识的人，愿意帮忙出主意的，这些人都是你人生的贵人，好运自然会跟着他们。得说件事跟你，我怀孕了。啥？尽管爱子怀孕时饱受不适，但得到游牧与游子的细心呵护，他们终于喜迎一位小宝贝。爱子为新生命命名为未忧，有你相伴，未来遥远不怕。但宝宝一哭，欢笑顿消。无带娃经验的爱子跟游牧累得身心俱疲。次日，游子带慎太来访，俩人一脸绝望的样子，但还算贴心，给他俩做了午餐。带娃这活儿，他简直手到擒来。慎太，你有养孩子的经验，差不多带过100来个，这是咋回事？别乱讲，别误导人家。他读书时候就边学边当保姆。啥？接下来慎太跟游子，大家轮流照看小宝贝。未忧在家人的宠爱下茁壮成长，不过他似乎更亲近游牧，跟爹地也更像，这让妈妈有些吃味。女儿总是妈妈最大的劲敌。这阵子游子和慎太的帮忙，也真的让爱子很感动。听说古代的村庄，村里人都会一起养育孩子。别开这种玩笑了。多谢。游子的新绘本挺畅销的，让他银行存款也多了。爱子得照顾小宝宝，所以回家的次数变少了，同居似乎也没啥意义。游子因此想着要搬家，但一回到家，看到那些熟悉的东西，还有这儿发生过的种种，心里他做出了决定。爱子第2天一回到家，游子就提出一块儿去逛街。他们重游那超市，结下了不解之缘。俩人在商场里兴高采烈逛个不停。回家路上，他们聊起往昔共度的风雨，超市里的紧紧拥抱，还有那香喷喷的炖肉与尽兴的舞步，仿佛那些回忆就发生在昨天。后来不约而同的，他们提起共商大事，最后游子只把租客名字改了改，跟过去的他没搬离那满是回忆的家。爱子跟游牧搬到了一起，但俩人住得很近，经常能撞见彼此，经常一起吃饭也挺正常。后来爱子工作进展得很顺，家务活就交给了钟点工，游子还是一个人住。
也赢得了绘本大奖。在慎太的帮助下，游牧的烹饪技术也提高了。人生就像炖煮一锅寿喜烧，需要爱情和亲情调料，还有少不了的好闺蜜。咱们可以在这儿好好享受，今儿咱们能好好吃上一顿。